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刚刚开播，白鹿北上就获上万差评，观众给出的理由惊人相似。都说央视剧的演员是国家严选，按理来说演技一定不会差的，可北上怎么开播不到3天，就会有如此多的差评？随着六姊妹的大结局，老六一个人把整个家搞得乱七八糟，真是让人看得心头直痒，恨不能给他来个大飞踢。不过好在李佳琦并没有演得太过浮夸，一方面没有招来观众的痛骂，另一方反倒还给这部剧带了不小的热度。跟一般的网剧比起来，央视剧之所以能赢得观众青睐，最主要的就是演员挑的棒呆了。最近刚出来播的《北上》，按道理说有胡军、萨日娜、李乃文这些老油条在，应该是好评如潮啊。结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白鹿演的女主角夏凤华，看上去像是刚从泥塘里爬出来，演技又那么夸张，简直让人哑口无言。不说话的时候，脸部表情跟石头一样，一开口，那个文绉绉的说法让人忍不住想换频道，真可谓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演得差还抢戏，这是女一号该有的素质。作为央视剧的女主角，不管是穿越回古代还是融入现代，长得有个性才行，观众一看就得知道是谁。像六姊妹里演年轻和佳丽的沈月，这小姑娘给观众的感觉，嘿，就是一股心疼的气息啊。她跟汤家小子在一起的时候，被大家骂得不轻，那张明明想哭却硬是憋着的脸，真是让人看了心都揪在一起。当她一头冲进汤家，面对汤家爸妈念那些信的时候，泪水在眼里打转，手还抖得跟打了颤似的，简直把她当时的悲伤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反观北上中的白鹿，不仅没有丝毫的情绪表演，反倒演出来的假小子让人看着十分难受。当一群人上学的路上嬉戏打闹时，真搞不懂是谁传授给他的，偏偏学着南恒那样的屌丝风。此时的夏凤华白鹿是那张脸就跟有人偷了他的零食似的，满脸的不爽。主角白鹿不仅没给人男孩的感觉，反而像个混世魔王似的，撅嘴巴歪腿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刚从哪个少管所放出来的野孩子呢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发现大家竟然在背后偷偷摸摸弄油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想，这活明明该男的来干啊。你瞧他，刚一进门就来了一句，今天不带我，谁也别想溜出去。一张脸怨气冲天，跟个孩子被排除在外，心里那个气呀，简直不服气的想跟天斗。这种女主可真不让人省心，观众们差评就指着白鹿一个，男主的戏份被她抢得一干二净，年代剧都被她演成了土匪大荟萃。请问这种演员咋会跑到中央电视台的剧里当主角呢？这不跟鸡飞上天一样吗？戏份少怎么了？女配也能力挽狂澜？难道北上这部剧就真要被白鹿搞砸了不成？我觉得啊，好的剧本可不能光盯着主角，配角的表现有时候反而能让你眼前一亮，真是个黑马的节奏。就像剧里那个演马奶奶的萨日娜，快60岁了，正常来说这个年纪该准备遛弯去养老了。但是剧里的萨日娜演得可真不错，完全没让人感觉尴尬，反而她演的马奶奶成了不少观众心中的真奶奶。马奶奶抱着小马思义，看到这个被老爹甩掉的混血小孩，心里那酸爽可想而知。孙女问他，那时候打打杀杀的，你跑去中国干啥呀？这会儿他的脸上挂着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，眼睛里全是对孙女的宠爱，就像咱小时候被奶奶一把抱起来那样。萨日娜把孙女搂过来，既随便又死死地抱着。小孙女儿乖乖地挨着奶奶，俩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盯着，听得奶奶说得头头是道，
心里那个高兴啊！这情这景，谁能不想到小时候被奶奶抱在怀里的滋味啊？一部电视剧要是能让观众觉得就像亲身经历生活一样，那才算是好剧的分数。想让观众对一部剧念念不忘，演员的演技可是差不了的，真是个大工程呢。在这部剧里，萨日娜的角色就像个隐形人，戏份少的连文字都能看见的影子还多一点。跟女主白鹿一比，那简直是天外的飞仙和泥里的蠕虫。不过现在开播还不到3天，可那些眼睛尖的观众发现，女主角白鹿的演技就像是在模仿画画的猫，感觉一点情感都没到位。再看看女配萨日娜，这位老得像是刚从历史书里走出来的奶奶，她的演技简直全靠那双眼睛在打天下。当她见到自己的亲孙女，觉得她和其他人就像2条不相干的鱼时，没直截了当的对孙女说你就是个外星人，其实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小镇的故事一段段说给她听。这样的讲解真是让我忍不住要为萨日娜的节奏掌控点赞啊！演戏可不是光拼力气的事儿，更重要的是得有随机应变的本事，懂无懂？现在北上这部剧刚播不到3天，就已经被骂得飞起，上万条差评像过年放鞭炮一样，热闹得很。这事儿我一看就笑了，观众对央视剧的期待真是杠杠的，简直就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严格。不过这几万条差评全都盯着同一个人，白鹿这小姑娘选女主角的本事真不咋地，演技让大家摇头叹气呀。不论是说话时的眼神飘忽不定，还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一点情绪上的表演。白鹿这姑娘才30岁呢，长得可真好看，这可是她的一项绝活。不过要是放到央视的电视剧里，这样的长相简直就是捡钱呀，一抓一大把。更不用说她完全没有一点表演分数了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把白鹿换成杨紫，这剧简直就神了。你也是这么琢磨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噼里啪啦留言哦。